嗨，大家好。一提起芯片，给人的第一印象恐怕跟提起中国男足时一样，深叹一口气。回顾中国芯片的发展史，国家对于半导体行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可谓不大。那为什么近年来中国芯片非但面对美国打压时毫无还手之力，反而在各地陆续出现暴雷事件呢？本视频就通过事例来给大家做一些分析和解答。提起芯片暴雷，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恐怕就是武汉红芯了。我们打开武汉红芯的资本构成，可以清晰看到，占股比例达到90%的是一家叫做北京光亮蓝图的公司，而其实际控制人的名字叫做曹山。在2017年11月16日，武汉红芯成立前的2周，也就是11月2日，曹山成立了光亮蓝图，并和自己的合伙人龙伟、李雪燕等一同打算搞芯片。李雪燕也就是后来武汉红芯的总经理，不过从他此前关联的公司来看，涉足领域却是酒类和医疗。事实上，这些人都跟半导体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更有趣的是，就连曹山这个名字在后来都被证明是假的。就这样，曹山率先将目光投向武汉，向武汉市政府承诺要搞一个1000亿投资量级的半导体项目，并打造中国自己的7纳米芯片。于是，武汉红芯在2017年11月16日成立了。武汉红芯注册资本为20亿，北京光亮蓝图占股90%，认缴资本应为18亿。但诡异的是，其自始至终都未真正缴纳。公司实缴资本的2亿，完全由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投资集团一家承担。而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则为武汉市东西湖区国资监督局，即国有资本，同时也是红芯暴雷之后的全资接盘者。于是有了政府的背书，曹山就靠着这国有资本的2亿和从银行搞来的贷款，开始买地并动工修建厂房。紧接着，红芯还以2.5倍的原薪水挖来了蒋尚义，证明自己有技术。但稍微了解台积电历史的就会知道，蒋尚义在台积电被称为蒋爸，2016年首次加盟大陆的中芯国际，而其相比随后加盟且头顶上百个专利光环的另一位台积电旧人梁孟松，这位蒋爸欠缺的刚刚好正是技术。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当时一条新闻做得很大，武汉红芯通过蒋尚义的关系从阿斯麦尔购得了一台光刻机，并宣称这是国内唯一一台7纳米光刻机。7纳米光刻机名头很响，不过却是忽悠外行人的说法。实际上，从天眼查中搜索到的信息可见，这仅仅是一台型号为 NXT1980Di 的 DUV 光刻机。之前给大家介绍光刻机原理的时候提到，芯片制造要向更小的纳米迈进，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降低光源的波长，这也是 EUV 光刻机相比 DUV 的优势所在。而武汉红芯购得的这台光刻机仅仅是一台193纳米浸润式 DUV 光刻机，比它更厉害的还有 2050i， 更加不是 ASML 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尽管台积电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储备，曾经完成过应用 DUV 光刻机实现7纳米，但要向再小的芯片工艺迈进，没有 EUV 光刻机是无法实现的。而事实上，根据瓦森纳协议和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对中国芯片产业的种种限制，都是针对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而言的。比如此前中芯国际花费 1.2 亿美元重金从阿斯麦尔购买的 EUV 光刻机，时至今日依然未能到货。所以所谓的凭关系买来的最先进7纳米光刻机，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事实上，几乎就在相同的时间，长江存储就从阿斯麦尔购得了一台型号一模一样的光刻机，他们可并没有所谓蒋爸的关系。如果蒋尚义真的关系过硬，那么在他如今回国中芯国际后，能否让卡在阿斯麦尔的 EUV 光刻机尽速到位呢？在这里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红芯买到了 DUV 光刻机，先不说它是否具备如台积电的技术储备，可以用它实现7纳米，但其忽悠的能力实在了得。到货仅仅1个月，就把它抵押给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并贷出了 5.8 亿人民币。而长江存储购买的价格仅为 4.6 亿，相同型号的光刻机，红芯抵押竟然还能多贷出1亿，这乃神操作。而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竟然没有任何一个相关业内人士对武汉市政府做出提醒和警告，也实属匪夷所思。但空手套白狼这出戏始终都会穿帮。曹山赶在武汉红芯资金链断裂之前，在2018年11月28日成立了一家公司一芯集成技术珠海有限公司，并把武汉演绎的炉火纯青的戏码带到了济南，于是有了全芯。曹山在济南用自己刚刚成立的珠海一芯，再拉上济南高新区旗下的2家企业，成立了济南全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超过50亿，占股80%，为实际控制者。
济南两家当地企业占股 20%。虽然全新的注册资本高达 59.5 亿元，但实缴资本最开始却只有 5.1 亿，曹山如法炮制，又是1分钱未出。后续补充到的总共 32.37 亿，均是由济南地方国资委出资。幕后控制人曹山再次演绎了一回空手套白狼的戏码。而曹山这次在济南找来装点门面的是当时随梁孟松加盟三星6大将之一的夏晋秋。就这样，曹山再次在济南市政府的领导面前画下大饼，成功请地方政府和地方国资委入瓮。那么全新的后果会比红星更好吗？当然不会。今天全新的整个项目几近烂尾，公司员工自2021年4月开始已经停发工资，国家的钱烧得差不多了，工程停摆，员工遣散，跟武汉红星如出一辙。在坑了武汉和济南政府后，曹山并未适可而止，他的芯片大业仍在继续。曹山的空壳公司珠海一芯又相继成立了云芯和天芯，天芯与湖北天门市政府合作，根据天眼查显示现已注销，而云芯则又拿到了济南两家国有资本旗下公司的10亿认缴资金。另一个云控金融的股东还包括贵州国家公园开发控股有限公司。贵州政府已被华新通坑过一次，而下一个爆雷的很可能就是这个云芯了。此种民资拿到了经营权，但却可以分文不出，如此明显的骗补行为，时至今日却没有追究，难道一句程序上合法，经营不善就可以打发吗？作为局外人，实在百思不得其解。红芯、全芯并不是首例，他们的大哥汉芯才是始作俑者。海外归来学者、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博导陈进研发的汉芯1号于2003年2月通过上海市政府正式发布，宣称为中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0.18 微米 DSP 芯片。后来被证明是陈进从美国购买的摩托罗拉菲斯卡尔56800芯片委托给上海一家装修公司，磨去了原厂商标，再印上汉芯1号的标志及字样，因此骗取中国政府 1.1 亿人民币的科研经费。尽管事发后陈进被撤销了包括上海交大在内的一系列职务和称号，但时至今日都没有相关责任人受到法律上的追究。到了2014年，国家出台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并于当年秋季成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大基金一期，各地方政府于是也开始跃跃欲试，重金布局芯片产业，希望抓住下一个产业风口，提高政绩。除了以上提到的红芯、一芯、云芯、天芯、全芯等等，南京的德克玛于2015年成立，主要技术购自以色列的 TowerJazz 公司， CMOS 图像传感器的研发团队还来自日本东芝。此后又相继在淮安和宁波设厂，最终除了以色列人把钱拿走了，其他什么都没看到。成都革新，格罗方德源自 AMD 和 IBM， 尽管底子够厚，但近些年在与台积电和三星的比拼中逐渐败下阵来，沦为二流。而到2016年开始与成都市政府的合作，不过是将新加坡厂淘汰的二手设备转移至成都，而且还要占 51% 的股份。二流企业的二手设备技术落后，外加要价过高，最终以失败告终。2016年成立的华新通，上面提到是与贵州地方政府合作，引进的是高通的 ARM CPU。ARM CPU 让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年华为推出史上最强服务器芯片鲲鹏920，正是基于 ARM 架构。当时华为的徐文伟表示，华为不是要与英特尔竞争，更不会替代。大家以为是在谦虚，其实不然。像华为、飞龙的 ARM CPU 主打的是党政军国企单位用户，而在商业市场跟英特尔和 AMD 的 X86 芯片根本不在同一档次，所以同样主攻商业市场的华新通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随着后来高通放弃了 ARM CPU 业务，华新通也成为无根之水，最终关门大吉了。如此之多失败的案例，造成地方国有资本几千亿的浪费。更要命的是，此种暴雷事件仍在各地继续，而反观实实在在做事的芯片企业却反而拿不到钱。这里的典型代表就是龙芯。龙芯自2001年成立以来，当时只是中科院计算机所下属的课题组，从国家863计划与核高机专项中累计获得项目经费5亿元人民币。2010年龙芯中科公司成立后，又获得北京市政府2亿人民币的股权投资，也就是说龙芯成立至今从国家总共获得资金7亿元。这些钱与以上提到动辄1000亿投资的各种芯真可谓小巫见大巫。2015年对龙芯来说是一个重要年份，龙芯营收突破1亿，已经基本摆脱政府输血，实现自负盈亏。而此时借着国家资本的东风，
社会资本鼎晖也看中龙芯的潜力，开始投资。就这样，从中央政府的天使投资到地方政府的 A 轮融资，再到 B 轮的社会资本，龙芯完成了一家芯片设计公司自负盈亏的良性成长。用龙芯董事长胡伟武自己的话说，到2021年，龙芯给国家交的税会超过之前国家对其的所有研发投入。而最新的消息，2021年6月28日，龙芯首次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正式申报科创板 IPO。龙芯20年磨一剑，尽管其指令集源自 MIPS， 但逐渐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 ARC 架构。这与拿国外芯片穿马甲或者购买国外 IP 就宣称是国产的其他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龙芯的卧薪尝胆在此前一直被诸多业内人士所嘲笑，他们只看到了国产自主 CPU 与 X86 ARM 的差距，却看不到国际政治风云莫测，无视他国对中国崛起的觊觎，最终只会成为思想上的侏儒，一招走错，满盘皆输。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国在芯片产业上被处处掣肘，这让大家认识到国产龙芯的重要。事实上，龙芯早已在很多战略性行业发挥了作用，例如我以前介绍的北斗卫星采用的就是龙芯国产芯片。近期发射升空的中国空间站以及我们的载人航天计划，尽管国产麒麟操作系统被媒体做得很大，但相信龙芯也有贡献。所以综上所述，龙芯模式是一个很好的可供参考的案例，由国家统筹规划，地方政府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民营资本跟进，切记不能再由地方政府和民资主导。这种战略型产业是不能在市场上被随意买卖，价高者得的。过度放任只在乎创造就业和 GDP 增长的地方政府，只会让善于吹嘘忽悠的民资有空子可钻。如不加改变，以上的种种骗补行为就依然还会发生。2021年6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主持召开第三代半导体发展的推进工作，并负责制定相关的政策支持。刘鹤想必大家并不陌生，这是此前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后，中方负责谈判的首席代表，同时也为习主席最为倚重的金融和经贸领域政策的制定者。半导体产业以前的决策者尽管认识到芯片的战略价值，但似乎过度迷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放手给地方政府和民企自己搞。刘鹤虽然学经背景是经济，并非理工科出身，但他并不迷信自由主义市场，且有战略眼光，又深得高层信任，这也许就是由他来主导中国未来芯片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中国芯片历经风雨，并不缺少浮夸的投资人，少的是踏踏实实、严谨肯干、甘愿奉献青春的人，而他们始终都不是聚光灯下的焦点，并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却实实在在为中国科技产业的自主化道路做着贡献。最后，用龙芯展厅里画着的龙芯誓词结束今天的视频：一腔热血一颗心，精忠报国龙芯人，十把强国当己任，敢用青春铸中魂。10年利刃度清苦，一朝亮剑破敌阵。待到中华腾飞日，且让世界听龙吟。我们下期视频见。